大家好啊，好久没蹲刘几手的直播了，一来是真没空，二来也觉得这波热度早该散了，总寻思着他是不是该有点新变化了。结果昨晚刷着他的直播切片，直接笑喷，好家伙，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儿，满嘴跑火车胡说八道，可听着听着居然还觉得有点道理，主打一个又气又笑，看他在直播间是怎么中肯给男同胞聊岁数之痛的。完了，上岁数了，你们知道男人上岁数的一个身体特征是什么吗？你本以为你尿完了，你去小便，你本以为已经尿完了，准备提裤子走了，是不是？刚提裤子，后边又他妈有一节，后边还有一小节，大概能有10毫升、30毫升、20毫升，就本来都停了，准备提裤子不拉链，一哆嗦又冒出一小节，就这一小节很有可能就尿裤子上了，很有可能就，或者是有时候你像穿睡衣，是不是都不用系扣，一提裤子往这边走，刚走2步又冒出一股来，一次尿不完。为了防止尿裤子里，所以说你以为尿完了，一定要在马桶那儿再站一会儿，倒计时10、9、8、7、6、5，又来一股，这时候才是尿完。哈，还被网友吐槽以前挺帅，现在一脸肾亏样，他直接摆烂回复：以前不是挺帅的吗？现在怎么一副肾亏的样子呢？我以前肾也亏呀，我肾就没好过呀，是吧？这不一直有软病吗？他说每天能让他开心的事其实没什么大事，因为我们99%的人这辈子注定就是普普通通，那怎么办呢？不等升职，不等加薪，不等起号成功，因为那样的话你可能一辈子都开心不了，所以他的办法很简单，叫苦中作乐。乐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每天我能让我开心的事情其实没有说是那种很大的事情。我总说我们99%的人，我们的生活注定一辈子都是普普通通、平平凡凡。那怎么在普通的生活当中让自己能不那么难受？我有一句话，我上次直播说叫苦中作乐，就给自己找一点小乐趣。这个小乐趣小到什么程度？你等快递的过程，快递到了，短信放到楼下驿站了，或者放到哪儿了，你去取快递，就是你等快递这个小快乐，其实它也挺快乐。或者是你买了个什么东西，你拆这个包装，或者是我弄了个鱼缸，我造了个景，水养好了，去直播间拍了一条鱼，自己喜欢的鱼，天天刷快递信息，一想到明天早上我一睁眼，对不对？顺丰快递员就把这条鱼放到我家门口了，我连懒觉都不想睡了，我就想等早上，我早点起床，我等这个鱼到，我拿过来过水，放到鱼缸里看一看。那你说这是不是小确幸？是不是小快乐？他花很多钱吗？他很难实现吗？是吧？那你说，那我就因为这么点的一件小事儿，我今天心情就挺好，所以我临时搞了一个直播。那人过日子不就这样吗？那非得是升职、加薪、创业成功、起号成功我才开心吗？那样有可能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开心。所以说真的，我有时候在生活中就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让自己有所期待的小事儿，给它完成，其实就挺快乐了。网友问他还炒股吗？他直接一句不炒了，要脸皮的多厚啊，还炒股？他说自己早就被炒到家破人亡了，但他妈还在炒，前几个月账号快200万，他妈妈还说以后都是他的，他嘴上说不要，现实是独生子女，不要也没地方推。这段话说完，连 A 股都不知道该涨还是该跌了。现在牛市你还炒不炒了？不炒了，要脸啊！我上次亏钱也是牛市炒的，就是你挣不挣钱，你跟牛不牛市没关系，你炒股是不是？牛市你就一定能挣钱吗？我上次炒股亏钱不也是牛市吗？首哥最近股市怎么看？2026年我是不太看好，我觉得现在股市泡沫很大，尤其是 AI。其实 AI 这块商业化这块，美国都不行，都是泡沫，你何况国产的？我觉得反正 A 股就这样 ，A 股要不然就是半死不活，要不然一炒就是给你炒的稀里哗啦。胆大的能挣点钱，胆小的我看你就谨慎点，好吧？什么
么芯片 AI， 首哥参与没？拿啥参与？我脸皮多厚啊！我还炒股，都炒的家破人亡了，还炒？我妈炒的，我看了。我前几个月把我妈炒股的截图发到小红书的粉丝群里了，小红书粉丝群很多人都看过。我妈当时挣多少钱了？我妈账号里有快200万了吧？我妈好像挣了快100了，我妈好像挣了快100万了，是3个月前。现在不知道，我也没问。我妈说挣钱以后都是我的，我也不想要，我不要也没办法，那不给我能给谁？本钱多少？本钱100，那看140还160，我忘了。这我不想要我妈钱，那我不要，那也没人了，那我独生子女是吧？我就我这么一个儿子，那不给我也得给啊，不到100%吧，160万还多少？我忘了，好几个月前了，我发过小红书群里。这是1月22号的直播，他前段时间一直跟大家说2026年自己有个新综艺，反复说，结果上周突然被通知没了，直接没了也就没了吧。但他最遗憾的点特别刁钻，因为他从小到大从来没被保送过，而这个综艺是他人生唯一一次保送，别人面试笔试5轮6轮刷下去，他呢去了1次，吃了顿饭，叽里呱啦吹了会牛，就把人全聊服了，回头还问要不要面试，对方直接一句，首哥不用面了，你这已经妥妥的了，等于内定保送。结果呢，节目取消了，他到最后都没搞清楚，到底是节目没了，还是自己没了。我前段时间我一直跟你们说的，我说我2026年有个新的综艺，记得我是不是说过我2026年有个新的综艺？结果就在上周告诉我没了，上周通知没了到没了也就没了。你知道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吗？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被保送过，这是我唯一一次保送的节目。我看别人又面试啊，又笔试啊，整5轮6轮，最后淘汰了。真的，我是保送的，我就去了1次，吃顿饭就叽里呱啦，我一顿吹牛逼，全给折服了。回头我说啥时候面试？说首哥不用面了，你这妥妥的了，你这还用面吗？你不用了。我说保送了，内定了。结果节目取消了，这节目没了还是你没了？节目没了。他说自己的形象维护非常费劲。作为一名大直男，他坦言自己在小红书上受到的批评大多是人身攻击、身体攻击和外貌攻击，几乎没有针对事实的讨论。你们也知道我这形象在小红书玩多费劲，你们能体会到我的痛苦吗？首哥作为一个大直男，爹味儿老登玩小红书，你们知不知道我经历了多大痛苦？其实我不反对别人对我提出一些批评质疑什么的，但是我发现现在基本上99.9%的批评全是人身攻击、身体攻击、外貌攻击。你们就看小红书评价我的内容，哪有事实讨论了？现在你们见过现在有小红书上关于我的评价评论有关于事实方面的吗？没有，是不是全是人身攻击、身体攻击、性别攻击？长得又怎么样了？动作又怎么样了？打个球也不对，是吧？打球也不对。小红书上99%的人打的都比我差，他们不说，天天就说我。穿衣服也不对，穿皮鞋也不对，是不是？你们发现现在网上这些黑粉对我的评价基本上全是人身攻击了。刘吉手在直播中评论了李亚鹏近期的网络口碑变化。他表示，过去网友批评李亚鹏卖茶壶、卖石头的行为不合适，演戏水平也受到质疑，但现在网友的评价突然发生了反转，对他的茶壶、石头和演技都给予了肯定，甚至称他气质好、言行得体，表现出暖男形象。刘吉手指出，这种口碑变化并非李亚鹏本人的改变，人还是原来的人，只是网友的评价一夜之间完全反转。他调侃道，现在的互联网评论经常出现这种快速变化，网友的态度像在做360度旋转一样，让人感到荒诞。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大家讨论李亚鹏，网友对李亚鹏的这波翻红解释是全靠掏心窝子的真诚和10几年的公益底子。发了31分钟素颜视频，摊牌嫣然儿童医院欠租面临关停的窘境，实打实晒出10年做了1万多台唇腭裂手术，帮7000多患儿免费治疗的成绩单，不装不演认怂又坚守公益的样子，直接戳中网友。捐款涌来不说，直播带货也爆火，口碑彻底翻盘。李亚鹏一夜之间变男神了，以前说你不光卖茶壶，什么卖大破石头，现在看这个茶壶也好看了，是吧？看这个石头也对了，发现这个人也不油腻了。以前说人演戏演的都烂，现在说不对，
李亚鹏以前演戏演的也好了，这就是互联网，这就是互联网。一夜之间，今天先给你骂个狗血淋头，哪都不对啊，眉毛也不对，眼镜也不对，头发也不对，脚趾头也不对，脚后跟也不对，说话也不对，放屁也不对，吃东西也不对，一夜之间怕哪儿都对了。男神，这说话也有道理了。那个暖男气质也对了，卖的这个茶壶也比以前可爱了，什么都对了。什么叫口碑反转？哪有反转？人反转的是什么？人还是那个人，对吗？人还是那个人，他反转了吗？他给你来个空翻，360度旋转，托马斯大回旋，人都没旋转，人还是那个人。就你们这帮网友天天这转那转的，脑袋都跟屁股似的，是吧？你说现在互联网这帮网民是不是脑袋都长屁股上了？刘吉手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或者分开，都是由综合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简单的某项条件不符合就分手。你记住，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一起也好，分开也好，他一定是综合因素决定的，绝对不是说我想找1.8米的男朋友，你1.79.9米不行，我要跟你分手，你差0.1厘米不到，你不可能，是不是？或者说你想找个1.8米的男朋友，但是你遇到了个1.75米的梁朝伟，你是不是也找了？你们这帮小孩天天总给自己定标准，我要找男朋友要找什么样的？我认为婚姻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婚姻这样，我就得离婚。你上高中的时候，你还想过要考北大清华呢，是吧？你想的事可多了，天天的，那最后你不也得接受现实吗？你敢说你小时候小学你没想过考北大清华？谁小学没想过？最后你是不是考个2本都费劲？那有能耐，你有种，你连2本你都不读，你说我不念了，大学我不上了，我考不上清华，我不上学了，你不也没做到吗？你最后不也舔个脸上个2本吗？交挺高学费，是吗？所以看完他最近的直播状态，我心里就一个感觉，他现在是不挣扎了，但也没躺平。他明显进入了一个去幻想的阶段。以前他身上还有翻红的期待，对综艺和机会还有执念，心里一直在算自己还能不能再往上走一步。但这次不一样了，节目没了就没了，他也不追问，不复盘，不委屈，就一句遗憾但算了。这不是洒脱，是很多幻想真的被现实一点点磨没了。他现在的状态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先把尊严放下，反复自嘲身体、外貌、肾亏、炒股失败，听着是在搞笑，但本质上是在主动降低评价标准。我先把自己说成这样，你们就伤不到我了。这其实是很多中年男人都会有的一种心理机制，不再拼命证明自己，而是先学会承认失败。更重要的是，他是真的接受了普通人的生活逻辑。以前说99%的人一辈子都很普通，你会觉得是嘴硬，现在再说是已经想明白之后的认知。所以他不再谈逆袭，不再画未来的大饼，只讲快递、养鱼，明天那点小期待。这不是鸡汤，是认清现实之后的自我安抚。他对互联网也已经完全祛魅了，不管是自己在小红书被攻击，还是李亚鹏口碑一夜反转，他心里都很清楚，人其实没变，变的只是舆论。所以他现在更像是站在场外看这一切的人，不争也不解释，更不指望被理解。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他并没有废，他还能输出，能讲逻辑，能把生活里的失败变成段子。这说明他看透了当下的生存状态，只是把野心收起来了。生存上限，不再犀利，跟网友证明自己，但还蛮真实的。而很多人其实正活在这个阶段，你们说呢？最后送上刘几首最新单曲，你们一定要笑着听完哦。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了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了就不再啊。桂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喂，你没有什么想要说的了吗？
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小伙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了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了就不在。